在《星海灿烂》中的8位反派结局，第8位王陵。王陵是一个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的反派。他为了打着为豫昌郡主好的旗号，明目张胆地替自己出气，而且他还把程阳推进了河里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使用了各种卑劣的小手段去捉弄程少商。奈何程少商机智过人，再加上凌不疑的帮助，王陵每次都使坏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王陵在剧中是个智商不太够用的反派，仗着自己家和皇后的关系，一直都很看不起其他的人。王陵同样喜欢凌不疑，一直在给程少商制造麻烦。他做事之前基本上都是为了一时之快，丝毫不考虑之后的结果，导致口不择言，惹怒了文帝。其父亲为了王家人的面子，便将她嫁到了偏远地区中，最后王陵也只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第7位武公主。武公主和豫昌等人一样，是十分喜欢凌不疑的一位，并且仗着自己是公主，也一直为所欲为。程少商和凌不疑在一起后，武公主便想方设法地陷害程少商，甚至不惜听从了王延基的安排，引起了朝堂之上的分羹。最后引得文帝大怒，将武公主贬为了庶民，她也彻底失去了骄纵跋扈的资格。她不仅永世不得入宫，并且也彻底的无法接近凌不疑了。武公主和王陵一样，都是智商差点的人，不然也不会做出那种无脑的举动了。第6位淳于氏。淳于氏是凌毅的第2任妻子，因为她在霍君华离家躲避的1年时间中，成功的爬上了凌毅的床，导致霍君华因为这件事被彻底逼疯，所以凌不疑也始终将淳于氏当做了仇人之一。而且他也利用在程家的身份，和凌毅2人一同进行通敌。在凌毅被凌不疑击杀后，整个凌家造反的事情也就暴露了出来。淳于氏同样因为参与了这件事情，从而被发配到了边疆，彻底的结束了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当初霍君华待她就像亲姐妹一样，淳于氏还能够为了荣华富贵勾引凌毅，证明了她不可能有好结局了。第5位萧世子，就是被何昭君亲自斩首的那位。他本是一代王爷的世子，在京城中享尽荣华富贵，却依旧和父亲走上了反叛之路。萧世子凭借自己父亲是从龙功臣，虽然被留在了京城中，却依旧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但奈何他的父亲不安分，所以萧世子同样很不安分，一直在帮助父亲行使倒卖军械的事情，还诱骗了何昭君，打算拉着何昭君一家来为自己挡枪。萧世子是一个通敌叛国、喜新厌旧、仗势欺人的渣男，他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，引诱何昭君跟楼瑶退婚。最可恶的是，萧世子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牺牲何昭君全部族人的性命，最后萧世子也被满目仇恨的何昭君亲自实施了斩首。第4位雍王。雍王虽然只有和凌不疑的一段镜头，但是他在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参与了倒卖军械，直接陷害了霍家满门被杀。在文帝下诏给他机会进宫解释的时候，雍王更是认为文帝要杀他，所以率先起兵反叛，直接逼死了将要成为亲家的何家满门。可以说雍王也是一个大反派了。不过凌不疑也是凭借着看舆图，还是将其擒拿，最后不给雍王任何在文帝面前辩解的机会，为霍家和何家将雍王杀死，结束了这个从龙之臣的一生。第3位楼奔。楼奔是楼家最有才华的人，只不过一直被大房欺压，所以始终不得志。而林老六想要举荐他，也是被楼太傅给拦了下来。最后楼奔不得不选择泄露的方式，勾结反派军，将铜陵县县令和百姓全部击杀，然后自己则是劝说叛军投降。就这样，楼奔才让自己出现在了文帝眼中。不过凌不疑查明真相后，楼奔为了不避免楼家人受到牵连，选择了服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其实他要不走歪路的话，凌不疑也会想其他的办法来帮助他走上仕途吧，只不过说一步错步步错了。第2位凌毅。凌毅是凌不疑一生中最大的仇人了。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害死了霍家满门后，依旧死在了霍家后人的手中。凌毅为了称霸朝堂，便和敌国进行了合作，暗中主持倒卖军械的事情，陷霍家满门于孤城之中，
并且迟迟不发明援助，最后让霍家之人全部为了保护孤城而战死。之后林毅又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凭借着当初从龙之臣的身份，在朝堂上混得风生水起。但最后林毅当初的所作所为，依旧是被凌不疑给查了出来。就这样，凌不疑为了报仇，将林毅一家全部击杀。林毅谋划了一辈子，到最后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是会死在了霍家后人的手中，而他试图亲近一辈子的儿子，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这个反派也多少有点憋屈了。第一位，王延基。王延基是剧中的最强反派，他表面上看起来不争不抢，善解人意，实则心机叵测，心狠手辣。王延基的心机和城府都是在楼奔服毒自杀后显现出来的，因为他实在太爱楼奔了，所以王延基认为楼奔的死跟楼家和皇帝都脱不了干系。就这样，王延基便走上了复仇之路，先利用自己的姿色引起长堂动荡，然后不断利用他人心中的欲望来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，更是让楼家除了楼瑶之外的人全部给楼奔陪葬了。勾结田硕等人打算一步步的推翻这个逼死她丈夫的朝堂，甚至险些击杀阻碍她的凌不疑和程绍商。但王延基的所有阴谋还是破灭了，不仅被凌不疑等人查出，最后还被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下。最后一刻钟认清了自己做的事情全部都是错误的，便告诉了凌不疑他们的全盘计划，然后含泪去找楼奔了。为了一个人颠覆整个天下，王延基也是险些就做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